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4日晚间20点50分啊，稍微有点晚啊。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首先还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反弹啊，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在我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已经给到了啊，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这一轮反弹的原因呢，我们给出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有一种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道理在这里面。所以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有预期它有4小时级别反弹到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种预期下呢，那昨天是周一，道指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一个日线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了，但是这里呢，我们的预期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所以呢，它的反弹有可能还继续。那在这种预期之下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梅开二度的上涨，这意味着道指本身在今天晚上21点30之后会有一个高开伴随它的合约走出一个继续的上涨。那么在这种上涨的前提下呢，我们看到比特币也水涨船高，终于在昨天到今天的这段时间迎来了一个突破。为什么说这里是突破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对于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我在前面的行情当中说了它是非常容易突破的一个结构，原因2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美股它会有一个时间级别切换，也就是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走一个小的时间级别的反弹有这个预期，最终呢它会带动比特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它的结构正在不断的切换，在这种切换的节奏当中，我们看到了它有突破的一个雏形蕴含在里面。首先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大开口的收敛三角，焦点是在这个位置。在焦点之前呢，发生了突破，并且回打下来，反复多空竞争之后，做了一个双重巴特的走势。双重巴特完成之后，对多空进行双重的绞杀多空在这里面如果高倍杠杆的话，它会死绝了。死绝之后，行情趋于平稳。我们看我把这个线往上挪，往上挪之后证明它的波峰的变化趋于平缓。平缓之后，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的角度也趋窄，角度变小了，红色线和黄色线。这个收敛三角形角度变窄的这个过程会酝酿多头行情记住了，角度越窄的三角形，它所震荡的时间越长。我们知道股票有这个道理，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比特币也有这样的原理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但是呢，我们要谨记的是这个横向的震荡它是双边的，不一定是上涨，它也有可能是下跌。我们为什么要看下跌呢？你说现在都反弹了，你还要看下跌呢，对吧？因为我们要看到行情更大的一个趋势上。我们把时间级别呢调到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红色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震荡时间是足够长的，从21年2月一直震荡到22年5月，时间长达1年零3个月。在这个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最终呢发生了急速下跌。我们知道从33000点跌到17605发生了急速下跌跌幅都超过50%。然后我们这段行情呢，同理可证这都可以用到数学上的同理可证了，对吧？上方是一个红色的收敛三角形，下方呢我们正在酝酿同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发现了从3万美金
到17605这样的一个大开口的收敛区间，我们可以绘制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最终得到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位于今年的12月份，焦点在这个位置上，近焦点呢大概是11月份。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0月初10月4日，所以呢，当前的反弹呢，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它的反弹的结构呢，仍然包含在这个黄色的收敛三角形当中，并且我们看到了前面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反弹22啊，第三轮反弹现在最大的反弹幅度是12%啊，从这个18200点啊反弹到20335啊，这个反弹幅度是12%。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它仍然有一定的反弹空间。这个反弹空间，第一点呢是它的结构给出来了，第二点呢是美股的反弹趋势对比特币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21000美金以上啊。但是到达21000美金以上之后啊，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和价格点。我们知道行情呢，整体来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反弹不构成反转啊，反弹仅仅是反弹。当然我们还在这里面看到了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下跌的幅度是弱于美股的，但是反弹的幅度依然弱于美股，证明什么呢？证明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流动性完全缺失。完全缺失的流动性市场呢，庄家大概率会给出一个方案，是什么方案呢？重新激活。那怎么样重新激活呢？它在18500美金反复震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低点已经出现。这个低点呢，是所有人公认的低点，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比特币的铁底、钢底、铁底、钻石底啊，就在18500这个平台之上，上方是无限高、无限高的诱惑，底部空间没有了，趋窄了，看不见了，铁底焊死。但最终呢，行情如果再次有那么一波接近18500啊，我相信铁底也会被击穿，因为行情总是这样走的。4轮见底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新低。江恩在100年前的书里面就这么说的，我们在市场当中也非常多的看到这种结构啊，比如说上一轮行情啊，就是21年到22年的熊市和牛市啊交替的这波行情，我们在这个结构上看到了1、2、3、4次波谷之后发生跌破啊，这种非人为的啊无意识的这种4次出现波谷的形态啊，在市场当中非常多见。所以呢，这次呢，我认为毫不例外啊。现在呢是第3次。啊，插到17605直接反弹上来，再回踩上下来，再反弹上去，这一波算一次。为什么呢？啊，因为它的一个急速的下跌这块不构成波谷啊，算插针啊。这两个位置，两个低点的位置合并成一个啊。然后呢，上一轮行情当中啊，最大反弹43%之后回打到18500附近啊，这算是第2次。然后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波谷的雏形，反弹上来之后啊，再次回打下来，这个第4次波谷的形成之后呢，啊，我认为会有一个新的低点。这个低点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说过啊，10500美金附近。那么以太坊呢，依然受制于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它在上方有一个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黄色的啊，就是从21年5月份延伸过来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第二个压力呢是最近形成的，绿色线波峰的连线啊，在最近形成了一个日线的压力。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始终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下跌息由当中啊，它走出了
悟空阴线，那目前呢正在走8阶阴线组啊，这个8阶阴线组很快就会走出来，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属于一个下跌趋势。那以太坊对 USDT 本身呢，在目前上方依然压力重重。首先是1475这个位置，是由今年5月份啊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形成了一个压力。再一个133日均线位于1500美金啊，这里面有个压力。那内涵的一个压力呢，是在4小时级别线上啊。我们打开4小时级别线，可以非常容易看到啊，1400到1450这个压力啊，正在徐徐的逼近。所以呢，以太坊的反弹力度目前是弱势的，起码是相对于比特币弱势的。我们看到啊，比特币4小时级别几乎出现了一个突破，站上了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但是以太坊目前是落后的呀。目前是落后的，证明它上方多重压力起到了作用，3座大山起到了作用。所以呢，如果未来以太坊涨到1500美金附近，1450到1500这个区间呢，是可以慢慢布局空单的啊，是可以慢慢布局空单的啊。毕竟呢，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目前走的是极度弱势。随着以太坊的走强呢，我们看到啊，最近我们观察的2个强势币种，一个是 Luna C。这个正在走弱啊，正在走弱啊。我们分析一下啊，2轮日线级别上涨不构成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呢，你看它不构成周线级别上涨啊。2轮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呢，做下跌，形成收敛，接近焦点的位置上发生反弹。这里是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震荡啊，然后走8阶阳线。目前的这个8阶阳线呢，濒死的状态，就是这根8阶阳线呢要被阴线，也就是妖怪 K 线杀死了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在0.29美金附近做一个止损。如果你是多头或者是现货的话，应该做一个止损，然后等待机会啊。如果它能够在小日线级别上构成这个收敛动作，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啊，目前已经接近收敛三角了，并且完成一个突破之后，才是进场的机会啊！只有发生变盘之后，给出你一个信号了，上涨信号，给出你个阳线之后啊，这应该画绿线啊，给出你个阳线的上涨信号之后，才是你进场的一个时机。如果跌破的话，先止损出来，等待机会。但呢，目前来看 Luna C 还是属于强势，它的强势目前的调整了，是因为比特币的吸血啊，比特币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涨到2万美金了，是因为比特币的吸血，所以 Luna C 呢有所调整啊，后面可能还有机会。然后我们再看ERN，它的这个结构呢就很有趣啊，急速上涨之后。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4小时级别对等的时间结构的下跌，下跌之后再一轮反弹，出现一个新高，最后呢走出一个左低右高，它的一个诱多行情，然后继续调整。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就出场了，出场观察。为什么要出场观察呢？因为前高是一个非常巨大风险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正在耐心等待它回调下来，回调到什么位置呢？我给出了一个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去掉最高的波峰之后画出来的。画出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预期：4小时级别上涨，4小时级别下跌，然后再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如果再次跌到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2.9美金附近的时候啊，是一个可以进场的机会。并且呢，我们要看到它能够形成小日线的小日线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跌破这个结构之后再度进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们看到这是2个分析方式ERN 和 Luna C 它是2个分析方式当前 Luna C 呢，它是一个下行的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到达近焦点的这个位置，给出一个上涨信号，我们可以追击，可以进行追击
啊，给我们信号之后，我们听从这个信号，并且设置止损，进行追击。那么 ERN 呢，它是另一回事儿啊，它是另一回事儿。它的现在的这个结构呢，是属于一个横盘的收敛三角形，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认为它跌破之后是一个抄底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抄底的这个位置。超级主力呢，一个是吓唬人，一个是它在这个位置啊不断出货啊，出货，最后呢把它仅有的啊剩下的想出的这个仓位砸出去，为什么呢？是想获得底部啊拉升之后行情中期震荡的这个位置啊，中期底部的这个位置的便宜的筹码啊，所以呢他要这么做，然后呢行情回稳之后再度拉升啊，毕竟呢它是一个强势的币种。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观察到它目前的位置呢是日线级别的一个8节阳线组的这个区域上，这些震荡呢都是妖怪 K 线，后面还有机会上涨啊。上方呢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5.7美金附近。为什么给它呢？啊，因为最开始啊，我们要知道啊，盐是打哪儿咸的，糖是打哪儿甜的啊，位置是怎么给出来的啊？它的最高点24.8美金和最高点形成之后的波谷，它的一个连线焦点位置大概是在5.7美金附近，所以呢，这轮行情的第一目标位就给到这里，这是一个压力的位置。如果能形成这个日线级别上涨细腰，大概是呢会走到这个位置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细腰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